这是一台正常的手机，这是一个正常的折叠屏，这是一条3折叠，这是有一个有点小只的折叠屏，看起来已经足够了。可这个又是一个全新的折叠屏。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想看看它到底是啥样的尺寸，我太懂你这种感觉了。接下来我会用最直接、最不绕弯、最一针见血的方式来告诉你，它展开之后，我会把它放在 iPad mini 这里，折上之后，那就是放在 Mate X7 和 Pura X 中间，就已经到了一种一只手刚刚好半握能操作，全握可以看的程度。形容一下，应该是饱满。对这种这么特殊的形态，谁能忍不住马上打开各种软件尝尝咸淡？外屏的小红书最多能显示4列，内屏甚至直接去到5列。竖过来之后，这信息密度我是真没有见识过。最爽的是打开图文，左边直接满屏，右边继续看评论，对比一下一般的打折，爽太多了。竖过来之后，看视频的尺寸比正常直板机大了不止一点点。抖音完全不会挡住右边这一列互动按钮。B 站更是重量级，看16:9的正常视频，甚至比正常折叠屏还要大1圈。更细节的是，这一次的扬声器是对角布置的，展开这样组成立体声，关上之后，这样依然是立体声。3星3折叠，你好好学学。如果你喜欢打金铲铲，展开之后会比普通直板机的排版舒适太多了。微信我不多说，平板登录哈。我是完全没有想到，这屏幕比例看着诡异，真用上之后是意外的顺手。而且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恍然大悟，为什么要用这个沉浸光感设计？这种宽宽的比例，上下的空间本来就比较拮据，这样之后视觉上一下子就宽松多了。然后我又突然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要弄这个质感握姿呢。我们看视频的时候，我用右手，这些互动按钮就在这一边；用左手的话呢，它就会跟到左边去。原来也是为了这一个超宽的屏幕准备的。当然，有时候真的摸不到边缘的话，只需要往右滑动定住，这就变成单手模式了。它这单手模式还不是缩小，而是变成一个正常的小屏幕。屏幕太酷了，就这么玩是吧？前面也看到了，在娱乐这块是不用担心了，但更给惊喜的反而是娱乐以外的体验。我一个一个细说啊，我想先讲一下这个 AI 伴随模式，其实就是这个小叶呢，它会一直在实时运行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马上给出一些建议或者是调用工具之类的。最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 Pura X Max 上面有一个侧边常驻模式，这么着一挤，左边还是剩下一个跟正常手机差不多的比例。这边看 AI， 这边正常操作。展开之后，这个位置就更加合理了。如果你喜欢看图文的信息，我真的建议你开着 AI 伴随模式试试看。就比如说我在这里看一条关于卓一彤的文章，右边呢就会自动帮我拓展一些知识。如果是这样子的一条长文，也可以点一下一键总结。还有一些神奇的地方，就比如说识别到取餐码，识别到日程可以自动添加这种。别看人家机子小，以为拍照不咋地，主摄和 X7 几乎完全一致，长焦更是直接搬过来，还有第2代红枫，论硬实力在折叠屏里面也得是 top 的级别。不过更加灵魂的是，他们居然和小红书合作了姿势推荐的功能。比如说，我让小姐姐坐在桌子前面 ，AI 会自动调整焦段，然后来一个线框图，告诉小姐姐该怎么摆。如果我手上拿着一个咖啡 ，AI 居然还能识别出来，然后告诉我拿着喝该用啥姿势拍。这也就意味着，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姿势推荐，实际上是会识别人物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会识别场景，甚至场景中的可互动物品。而且这个功能还会随着时间不断更新，与小红书博主们一起迭代。等会儿 ，one more thing 啊，如果你开启双屏同显，甚至线框图还会一起显示在外面，就不需要猜动作了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倒回来看外观，跟之前华为折叠屏不一样啊，这一次的边框已经变成了直边框，但留了点地方给抠。背板的设计非常的可爱，顶上这个摄像头就像一条小胶囊，鼓鼓囊囊的，非常好的演示了这个摄像头的凸起程度。尤其是戴上壳之后，还在这里留了一点透明的位置。我推荐大家买壳的时候直接买撞色的，真的很骚气。不过关键小伙伴们应该都已经注意到了，它带笔，这根笔插在里面，手机就会反向供电给壳，壳再给笔充电。这个笔的造型和大部分手机用的笔都不一样，你看它的粗细其实是跟正常的平板笔差不多的，只不过把上面手不会碰到的地方给砍掉了。手感是我用过的手机笔里面最好的，它这个笔的功能甚至比大部分平板的笔还要强，它支持蓝牙，可以当空鼠用。
有麦克风，在嘈杂的时候也可以很方便的跟小易说话。然后压感、悬空识别这些都已经是基本操作了。哎，这个巴掌大的手机里面是预装了天生绘画和笔记的。这个笔记多了几个新东西啊，基础的我就不多说了。我先指关节拖2张图进来，这样框住之后，我把它按住，往左边拖，然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笔记里面。然后我再把这3张图给圈起来，在这里点灵感妙创，然后我再给它说点提示词，参考图1的排版，用图2、图3、图4生成一个封面。现在就等它叽里咕噜一顿生成了。嘿，你看它就生成出来了，还像模像样的。你看它甚至这是一张图里面的，这是另外一张图里面的，它可以把它放在一起，这真不错啊，完全都可以直接拿来用了。关键啊，这只是基操，打开专业模式。这不是 Comfy UI 吗？直接链接你想要的图片到生成器上，然后链接提示词进去，它会自动帮你抽奖2张。生成出来的图片你还可以继续往后生成，生图的清晰度也可以达到4K 水平，这是真的有点香吧？这次出厂预装呢是鸿蒙6.1，大的看起来差不多，但是每个细节都在优化。鸿蒙炉火纯青全景多创和小创，在这个比例上面更是得心应手。内屏用起来很丝滑不说，外屏因为屏幕更加宽了，显得小创有意义了不少。之前去掉的平行世界现在也回归了，而且除了原生软件，主页通的软件也可以设置平行世界。仔细一想啊，华为现在在迭代的折叠屏总共有4种类型了，什么比例的都有。而这一次的 Pura X Max 几乎包揽了所有折叠屏和平板能干的事儿，还能很舒服的塞进口袋里面。那么如果再选一次，你会选择正常的大折叠呢，还是 Pura X Max 呢？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 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